这个是魔力收纳盒，是我们长老会的魔法器具。凡是很不容易掌控，还是很难保管，充满了魔力和灵性的物品，都可以收纳在盒子里头。 大长老，连这种事情都要您亲自出马，我这个代理校长真的是太惭愧了。哎，帕主任，你不要妄自菲薄了。其实这个学校能够完整的收复，而且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，这都是你领导有方啊。那是因为全校同学的配合。大长老，这魔力收纳盒顶得住，没问题吧？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可是海蒂斯啊，他是暗黑大帝的关键灵使，他的能量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强大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才好。对了，大长老，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，是不是可以请您在电话亭设一个防卫暗黑族的魔法，让暗黑族无法再进入萌学园？圣域盘龙，暗黑退散。这样这暗黑族的小鬼就无法从这电话亭通过了。但是，暗黑大帝本人呢？就算是暗黑大帝，他的能量能够大得冲破这个电话亭，可是这电话亭会发出警铃声，那萌学园就可以做事先的防范了。那这样，我就比较能够安心了。哎，大长老，您看这电话亭怎么变色了？会不会是因为暗黑族逃跑的时候对他做出了损伤啊？有可能，我还是赶快来把它修复吧。圣光辉夜，复原。现在事情一样一样的解决了，我得赶快召开会议，要商讨出怎么样去面对暗黑势力的再次入侵。我也要赶快去找精灵们，再商量时空裂缝的问题，还有赶快要找出驿站跟萌学园之间新的通道。米亚信，你看，奈雅之泪对暗黑魔族而言形同毒药。若是被奈雅之泪封印，其发挥之魔法都会被不等比例的吞噬。所以，暗黑大帝绝对会受到奈雅公主眼泪的影响，连带也影响到她的能量。没错。那这就跟我们之前的猜测是一样的。暗黑大帝这次需要蒂蒂娜，是为了消除奈雅之泪。可是蒂蒂娜虽然是奈雅公主，她也不知道怎么消除奈雅公主的眼泪啊。没有错，而且蒂蒂娜她不是在夸克族长大的。所以啊，没有人告诉他奈雅公主所有的事情。这就是我现在最担心的。为了问出办法，暗黑大帝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质问蒂蒂娜，这样蒂蒂娜一定不会好受。米亚信，往好处想，这样至少蒂蒂娜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。赤影术，赤影之刃。可恶！我就不相信我练不起来。赤影术，赤影之刃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硬练了啦。自己真的对你来说太难了。就是因为难，所以才要练啊。你才练魔法多久，你就想要挑战幻术攻击里的高级魔法？你这样不但没办法提升你自己的十卷石，还有可能会伤了你自己。没关系，
你只要告诉我如何可以让我攻击更靠近目标就好了。幻术攻击本来就是讲求形体与虚幻之间的空气流动，而你整个人根本无法稳定周遭的空气，当然会被那些空气反制攻击啊。稳定空气流动，什么意思啊？就像是风一样，风看不到，可是如果力量对了，就可以产生风刀。你的幻术也是，不是只有加强你自己的幻术攻击，还要稳定气息。这样吧，你深呼吸，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再发动攻击。好。赤影术，赤影之刃。蒂蒂卡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不行，你已经受伤了，你再继续练下去，对你的史卷只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。走，我带你去找欧趴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不要再练了，想逼我出手吗？对不起。欧趴他们在图书馆，我们走吧。欧趴，蒂蒂卡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个人坚持要练高阶魔法，结果魔法碰上对流空气反弹，打中了自己。你怎么会让他勉强练这个啊？幻术魔法需要强大的控制力，蒂蒂卡功力根本没有办法练这个啊！先别说了，先帮他治疗吧。对，放手。魔法难度，修修补补，复原。蒂蒂卡有没有好一点？我没事了。谢谢。哎，还想练啊？都伤成这样子了。蒂蒂卡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什么，可是你这样真的太勉强自己了。对啊，你这样勉强自己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可是蒂蒂卡练这个魔法已经超过你身体可以负荷的程度了。我不要紧的，只要有方法可以把蒂蒂娜救出来，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啊。蒂蒂卡，我完全能够了解你的心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宁愿被抓去的人是我，而不是蒂蒂娜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要救蒂蒂娜，所以才要想办法，而不是靠冲动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机会真的来了，你却因为身体受伤而无法救蒂蒂娜，你愿意这样子吗？神呐！要不是因为你捣蛋来破坏，我早就拿到海蒂斯了。啊！我暗黑大帝本来就是宇宙间最强的霸主嘛，都怪那些无能的废物来破坏。我恨啊！我现在呀，一件事一件事。慢慢来处理。你要干嘛？你又想干嘛？你以为你站在他前面，你就能保护他吗？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要找我们的小公主，问清楚她一件事情。你不要伤害她哦。闪！过来。既然你是奈雅公主，你就应该知道奈雅之泪要怎么解除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啊。对啊，他前阵子才知道这是夸克人，前几天才知道是奈雅公主，他知道是不可能的。无能的无言，闭嘴！
小公主对奈雅之泪完全不知情，问她也是白问。看来我直接出手夺回海蒂斯可能还容易一些。不过要夺回海蒂斯，我还是要有我自己的左右手，偷偷溜进去蒙学园。哎呀，这该要怎么做呢？电波购物送货到府，大甜甜老师此次购物比全部送达。变成发信，赶快去把你们的东西搬出来啊！大家帮忙，小心啊，小心点。没错没错。大甜甜老师，你也买太多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啊都是特别为你们订购的新教材哦。像这个大箱子里面呢，装的是暗黑族的特制模拟器，我就可以教你们暗黑魔法的弱点都在哪些部位。还有，这盒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药材跟药粉哦，我可以用它们调出暗黑隐形药水，这样暗黑气息就找不到你们了。大甜甜老师，你怎么买那么多都跟暗黑组有关的东西啊？对耶，这样子好像暗黑组的大粉丝哦。别，什么暗黑组的大粉丝，乱讲话！哎，你们要知道，哎，现在萌学园啊，每一天都有可能跟暗黑族发生战争。这些必要的知识是要保护你们的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懂不懂？小心一点啊！来，先放桌上就好啊。放好。哎，小蝴蝶啊，等一下哦，你这3箱啊特别的重要，而且它有一点点的危险，所以你们2个啊，1人1箱，帮他拿进去校长室的柜子上放好啊。好，小心哦。好。谢谢啊！不知道放哪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粉红色的光哎！校长室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，它一定是具有魔法的宝物。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的魔法，说不定摸一下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哎。好漂亮啊！你昨天不是才说你想要买一个漂亮的新戒指吗？这个盒子好厉害，怎么知道你昨天在想什么啊？我也要摸摸看。哎，小蝴蝶，你手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哎。可能是我没有特别想要什么，所以这个盒子也不知道变什么给我吧。你们看，这个戒指真的很漂亮哎！小蝴蝶，你那时候摸盒子什么都没有出现，你没有想要的东西吗？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想要的东西啊。我真正心里面想要的，就是小爱哥哥可以对我好一点。如果等一下他上课的时候，可以坐在我旁边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哇，同学，你们今天都来好早哦！哎，刚刚听你们好像在聊什么，聊得很开心呢。你不可以坐那里。啊，我，好啊。大家好。啊。我可以坐这边吗？可以。我的天，那个盒子真的很有效哎！你看愿望都成真了。哎呦，早知道那时候我也要摸一下。真的。各位同学，大家早。老师早。黑魔法心理学现在正式开课，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做课前作业啊？有。很好，在经历了阴森的事件之后，我们这第1堂课呢，就以海蒂斯为主题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同学们做了哪些功课哦。谁想先报告的？弟弟卡，很好，请说。海蒂斯是暗黑大帝5颗灵石里面最重要的一颗，它让暗黑大帝有魔法能量。在200多年前黑化大战的时候，海蒂斯就被封印禁锢了，一直保存在萌学园。后来赫连老师为了保护萌学园，就带了海蒂斯跳进了时空裂缝里面，而重新启动，跟暗黑大帝产生了连结。哇，
弟弟海景的焕然一新，整个人都不一样嘞。而且他最近特别用功，专注力也提高了不少。应该是奈雅让他转变。奈雅被抓之后，逼得他力求上进，精益求精。我觉得是月之星的加持，有他1对1的专人特训，怎么可能不焕然一新呢？哎，好了，同学们不要再开他玩笑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弟弟卡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我们应该给他鼓励一下。请坐。那接下来还有没有谁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的？虽然5颗灵石里面暗黑大帝已经得到了黑磁石、塔塔鲁石、轮回血石，还有明日丸石，但是海帝斯才是最关键的能量，所以我相信我们都还是大有机会的。老师，我觉得海帝斯只不过是暗黑大帝比较强大的魔法道具而已啦。至少他少了这个道具，能量消减了不少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小看海蒂斯，因为他已经经历了时空裂缝和阴森女公爵，所以他的能量已经完全苏醒。我也这样认为，海蒂斯已经不是刚开始我们所知道的那颗能量石了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暗黑大帝他少了海蒂斯，却不一定是我们对手。而且现在我们5星聚集，又不会有海蒂斯，哼。所以呢，要是真的遇到暗黑大帝啊，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直接的谈判，就可以直接跟他开战，然后就可以把暗黑族。坐下。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不过你们知道吗？魔法本身啊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过于自大，因为自大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漏洞，而漏洞就是黑魔法入侵的开始，懂吗？懂。平常小爱哥哥都跟萌骑士一起做哎，结果今天居然主动说要坐我旁边，好开心哦！真的耶，没想到摸一下那个盒子就可以心想事成呢。对呀，而且啊，我今天早上在校长室的时候就感觉到满满的幸福，没想到小蝴蝶就真的得到幸福哎。哎呦，朱丽叶，越说我觉得你越可惜，都没摸到那个盒子。我们明天再去摸一下那个盒子。好哎，既然要再去一次的话，那先把愿望先想好。这一次我要的就不只是戒指了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来。什么？我希望我跟燕王可以有一个浪漫的晚餐。哎呦你！而且我希望那个晚餐是吃到饱的，怎么吃都不会胖。你好爱吃哦！好了，睡觉了啦。好，我会努力达成任务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海米跟小蝴蝶拿着盒子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！小蝴蝶，海米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Attention！Yes sir。嘿，你们俩好大胆子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小蝴蝶，你怎么了？海蒂斯，海蒂斯做什么啊？副主任，欧巴，好，朱莉，你辅助泰咪。魔法度，修修补补，复原。小爱哥哥，欧巴打我。啊？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哎，我不是故意要偷拿走海蒂斯的，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海蒂斯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碰了他一下，
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要碰校长室里面的东西的，对不起啦。小蝴蝶，你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没有怪你，我们只想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海蒂斯一直放在那里，我们进进出出都没有事情。遇到落单的同学，他居然会发出粉红色的光来吸引人靠近。而且居然还会让人家满心欢喜的去许愿，所有书上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啊。也就是说，海蒂斯会作怪？也不一定，这也有可能是海蒂斯自己的暗黑性发展出来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提高我们的安全标准。没错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我想集合5星之力，再加一道封印，这是必要的。海蒂斯已经进化到可以控制人的意识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大婷老师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我们果然不能小看海蒂斯。对不起，我才知道。你终于懂了哈。我们呐，虽然没有办法消灭黑魔法，但一定要能够跟他沟通才行。龙骑士们，交出你们的试卷时。是。幻之星，月之星，石之星，炎之星，智之星，五芒星魔法阵5星合一，实力封印。阿准，这个盒子交给你了，千万小心。感谢大长老，您特地前来协助。现在我们加上了5芒星魔法封印，更加能够压制住海蒂斯他的能量，希望能够隔绝他跟暗黑大地互通讯息、互相感应。海蒂斯比我们想的更厉害，他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只会召唤暗黑大地，还会让同学产生不好的影响。反正海蒂斯似乎很讨厌待在萌学园，我们也不需要他，干脆啊，我直接摧毁他。不行，这个海蒂斯是我们交换奈雅重要的筹码。没错，海蒂斯是不能被摧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海蒂斯蕴藏了强大的能量，如果你破坏它，它就会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，造成时空失去平衡，说不定连萌学园都会一起毁掉。艾格尼斯说的很对，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。我们应该要学习的跟大自然互相共存，而不要动不动就用武力来解决。虽然我们已经加强了保险，但是已经发生小蝴蝶的情况，所以我请你们也不能大意哦。是。五爷，你一个夸克人待在我的暗黑国度里面，不上不下的，很糟糕啊！然后呢？我教你我的高级魔法。好，任何人只要效忠我，替我效力，我就会教他高级的魔法。这么一来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待在我的暗黑国度，不用不上不下的，也不用一辈子再当一个下人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答应替我效力，你就更上一层楼；要不然，你就会被我处死。怎么选？怎么办？不答应就得死，答应了就变成叛徒。你知道，在我的暗黑国度里面，我的规矩，只要谁帮我效力，你就可以许愿，然后我就会帮你实现。可是，之前你答应我的都还没帮我达成呢。我会连同这一次2次一起，我都补给你。如果我现在就死，没有人照应奈雅，也没有机会回到夸克。活着还是比较有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！既然你答应帮我效忠，很简单，只要
回到萌学院，帮我卧底一次。什么？可是我没有魔法，你需要传授给我黑魔法。没问题，我早就已经盘算清楚了。首先，我得先消除你的记忆力，让你完完全全效忠我。不要，不行！暗黑实心术。头痛，头痛啊！我叫吴岩，是新来的护理师。你只要把答应我的事做到，我就会帮你报仇。好，我就给你反噬镜。什么人？反噬镜？你为什么要做反噬镜？你根本是夸克族之耻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你。我决定要让你当我第一个奴隶。我不要。其实无言是假装投靠医生女公爵，和暗中帮助我。无言，救我！接住，海蒂斯不能给你。走。暗黑大帝有什么吩咐？暗黑之心。带上。是。谢谢暗黑大帝。你好啊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没有其他人啊。不是说要喝下午茶吗？下午茶，你跟我们的下午茶。哦。对啊。两个人喝什么下午茶，一点都不热闹。好喝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饮料叫做粉红心情。难怪会这么帅。好了，喝完了，我要去找大家聊天。哎，耀望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台明，你要做什么啦？这个长了一个东西耶。这个只是过敏而已。奇怪，几天前还没有啊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你怎么知道几天前没有？我通常都会把握机会观察你们大家。哦。哎呀，反正这有点奇怪，不行，一定要处理。台明，我这个真的只是食物过敏而已，而且最近长这种东西啊，对我来说不痛也不痒。不行，人的身体没事，不会长出会变黑的东西啊。我坚持，你一定要处理，快点快点！台明，你太夸张了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说我不要去啦。全心全意电波检查。怎么样？大田老师，燕王同学他没事吧？海咪呀，你怎么看起来比当事人还要着急啊？他真的很急。哎呦，大甜甜老师，我是关心同学，万一蒙奇士有什么危险的话，那我们的安全就没保障啦。好啦，根据我刚刚的检查，虽然长了一点小黑斑，不过应该没事啦。看吧，最大惊小怪了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你要谢谢泰咪这么关心你。来，这个药膏你带回去，天天擦哦，应该过几天就好了啦。谢谢大甜老师。哎，如果还有继续增加的话，一定要通知我哦。好。你在好什么？我在帮你，谢谢大甜甜老师啊。
平静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这个课程。哎呦，怎么会搞得这么乱呢？哎呦，可恶！是谁跑来我们办公室把它弄乱七八糟的？等一下，一定有人入侵。海蒂斯，快！我的剑，还我本色，现我原形，现身！幸好还在。这真的只是运气好啊！我们才刚刚给他加了道五芒星封印，隔绝了暗黑族与海蒂斯，要不然现在情况真的有可能就逆转了。哎，可是如果来到这里想要破解封印、拿走海蒂斯的人是暗黑大帝，那我们怎么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啊？更何况他怎么来啊？总不会是电话亭吧？不可能，进入蒙学院唯一的通道就是电话亭。但是暗黑族现在绝对不可能借由电话亭进入蒙学院。哎，不管了，现在把办公室整理一下吧。有人在找海蒂斯，可恶，一定又是暗黑族。幸好啊，我们对海蒂斯做出了封印，他并没有得手，要不然海蒂斯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落入暗黑大帝的手里。奇怪，如果有暗黑族在校园里走动，我们这么多个蒙骑士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啊？是啊，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，又从哪里进来的？不要说是你了，我也很想知道。这有可能代表着暗黑族已经找到办法，以我们无法察觉的方式潜入蒙学院。没错，但是我在想的是，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。暗黑族就在我们身边啊？帕主任的意思是说，蒙学里面有内奸？这不无可能啊！所以啊，你们千万不能大意。你们注意一下蒙学院的同学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异状。但是这件事情啊，只能暗中进行，千万不可以打草惊蛇。是，帕主任，那我们先走。哎，无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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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回来了。那蒂蒂娜呢？帕主任，我是被阴森女公爵还有暗黑大帝迫害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非常了解你的苦衷。米亚星跟欧帕已经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了。你呀，真是忍辱负重啊！你假装投靠阴森女公爵，你是为了解救同学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整个夸克族的光荣啊！啊！谢谢帕主任。无言啊，当你被暗黑大帝抓走之后，同学对你非常的担心。你是怎么逃回来的？我是怎么逃回来的？对呀，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是趁暗黑大帝不注意的时候就逃跑。哦，有这么容易？那奈雅公主呢？奈雅被关起来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抛下奈雅公主自己逃回来了？好，回来就好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先去找蒙骑士，然后你就告诉我们大家，现在暗黑大帝到底身在何处，我们好去攻击他，顺便救回奈雅公主。你干什么？你想骗我？帕华落地，你想把我带给驱魔骑士，然后抓起来，对不对？无言，你果然就是暗黑大帝派回来的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已经成了专业的卧底呀！你到底要被暗黑大帝利用几次你才高兴？
暗黑无魔咒。哼，就凭你啊！小心啊，怕！干什么啊？无魔咒！你现在叫我干嘛？对不起了，爸！都是你啊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我的爸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这样对他，你到底是不是夸克人啊你？我不是啊，我是伟大的暗黑大帝的门徒。在说什么东西呀、你？我快来人啊！华主任被袭击了！你们看，他的手都已经变黑了。他到底是中了什么魔法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大田老师，你先坐下来休息吧。对啊，欧帕他马上就来了。我没事啦，不用担心我。有事的是怕。大力老师，欧帕来了。快，华主任，你救我知道，交给我吧。魔法度，修修补补，复原。请问啊，你刚打我干嘛？哦，怕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的头昏昏沉沉的，好想睡哦。没关系啦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你赶快好起来！我告诉你，都是无言那个坏家伙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去找他算账。这位大婶，你很吵哎，你叫我怎么睡啊？大婶，他怎么会这样啊？他到底中的是什么咒啊？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这是巫魔咒。大长老，应该就是巫魔咒了。巫魔咒，传说中暗黑大帝的必杀技之一，中招的人会由下而上，从四肢开始发黑，等黑到印堂，然后怎样啊？就会添法术了。不行啦，大长老！法主任人这么好，他为夸克族尽心尽力，我们不可以眼睁睁看他回天乏术啊！我也不希望看到帕主任变成这个样子。可是，这传说中的巫魔咒，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是需要一番功夫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一些时间，来找出真正解决这个巫魔咒的办法来。大田老师，你先不要难过，至少已经知道是巫魔咒，就有了方向哦。我知道啦，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缓他病情恶化的。大田老师，先不要急啊，我一定会尽快的想办法找出解决这个巫魔咒的办法来。帕主任，还有蒙学员，就暂时交给你了。还有蒙骑士们，是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协助老师，重建蒙学员的秩序，还有安定同学们的心情。是。我还是觉得很奇怪，巫魔咒既然是暗黑大帝的必杀技，那为什么无言一下就学会了，还拿来对付帕主任？会不会暗黑大帝对无言做了什么？我也觉得这有可能，因为我很难相信无言会这样对付帕主任。无言之前为了帮助我们，好几次冒了生命危险挡住阴森女公爵，所以这次的对象是帕主任，所以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我们还是赶快查清楚巫魔咒的事情吧。请问蒙骑士中谁跳舞跳得最不好？答对了，请输入搜寻条件。巫魔咒解法。巫魔咒解法，查询中。巫魔咒是暗黑大帝独创的黑魔法，除了暗黑大帝本人之外，无法可解。